来，最近大盘火热成这样，看看台指今年涨了30几%，标普又涨了几%，就连比特币、黄金都纷纷创新高。不管玩什么商品，应该都是盆满钵满吧。再来回头看看自己的对账单，平均报酬是多少？如果连大盘都没有超越，那你这阵子都在白忙是吗？你会不会有一种错觉，身边的人都赚钱了，而且还是赚到可以原地辞职的那种大钱？脆上面一堆人PO对账单，赚钱感觉好简单。有人40岁就赚了快5000万，但只有你光是要把盈亏打平就维持得很辛苦了。交易到底难不难？看看脆上面的少年股神怎么说的。玩股票到底怎么输钱的呀？就都买上涨股就好了不是吗？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就是会有那种原本一路涨，你进场之后就开始跌的小坏蛋，赚的时候你赚不了多少，运气不好的时候还要倒赔好几倍回去，这才是股市真正运作的样子。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其实你的感觉并不孤单，因为投资是一种零和游戏，零和游戏就是正负相抵，正1加负1等于0，就像玩猜拳一样，一定会有赢家跟输家才能成立一场赛局，你赚到的钱就是别人赔进去的。在我们订阅户专属的群组里面，也常常都很感谢那些在大多头行情里还坚持要被市场尬到天堂去的韭菜们，他们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在受苦受难，但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只能怀念他们了。我们怀念他们。当你发现别人都赚钱了，只有你还在亏损，那不用怀疑，你就是站错边了。这不只是多军空军的站错边而已，而是你的方法出错了。所以你不管是要做多还是做空，都一样是站在亏钱的那一边。我在7月14号微股利的免费教学文就有讲到，7月9号纳斯达克指数涨到满足点20400多点，7月11号台湾加权指数涨到满足点24200多点。7月14号川普演说遭遇枪击，台指从7月11号到现在已经大幅修正了2000多点，而且现在还只是前菜而已，未来一直到总统大选结束，还会有周线等级、月线等级的回调等着。有注意到吗？我在免费教学文里面就已经提示了这么大一波行情，但我的热心提醒总是一如往常的，基本没人会信。这也算是可以理解了，毕竟2024上半年的大多头趋势这么强，投资人的心里肯定会有一个预期，就是随便买随便赚，随便上车随便都涨上去的心理惯性。安稳地坐在车上的人，正常是不会预想到可能10分钟后会紧急刹车。依照我多年的观察，很清楚韭菜们都是这种想法，总是容易失去戒心。这种过度乐观的心态可能让你错过了最佳的上车和下车时机。如果你想改变这种惯性，帮自己增加一点警觉心，避免错过市场的关键转折点，那么你可以在资讯栏的连结里找到获取免费教学文章的连结。这些文章将提供你及时且专业的市场分析，让你不再错失良机。台湾现在流行一句话，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的时候，先打开脆就对了。你看看，随便都能找到一堆股神，随便买随便都赚。已经不只是新闻媒体、投资群组，现在就连脆上面也一堆贴文都在报名牌。但是我要趁机提醒粉丝们，里面修图做假账单的超多，每天都赚钱，每天买什么都涨停的诈骗非常多，被骗的灾情也开始不断的浮现。我就不懂韭菜怎么能好骗成这样。话说回来，我们扣除很多修图做假账单诈骗的账号以外，还是有很多人股票买了放着放到忘记，哪天突然想到才打开账户就发现赚翻了，仿佛台湾股市就是个满天金条的人间仙境，就算用鼻毛随便往外伸一下也能摸到钱的感觉，到处都看得到股神。脆上面更是多如牛毛，少数赔钱的人在讨拍的时候还会被网友一脸疑惑的回应，无脑多的行情到底要怎么赔钱。反正很多人自己都说自己是玩不到3个月的新手了，连基本知识都没有就敢买股票，赔光了才后悔，跑来脆上求救。我也是能提醒就提醒，到底结果是好是坏，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命了。今天你们点开我的影片，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代表你们愿意花时间在做功课，而不是横冲直撞随便下单。像你们这样积极向上的同学，就特别适合来学习波段交易。因为数百点的波段交易在台湾是很罕见的操作模式，这也表示你过去所学的东西可能超过80%在这里会不适用。但你要想哦，这2-3年的行情，动不动就一整个礼拜上下上千点在跑的，这么大的行情，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却用过时的短线当冲的模式，像在捡回收垃圾一样，20-30点慢慢凑你的获利，不觉得很幽默吗？波动大就是要有波动大的策略，趋势盘的波段交易就是你最该学习的模式。现在不熟悉没关系，你不用慌张，学习波段比短线或高频率交易容易得多，大约3个月你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变。有多明显，你到时候看账户权益数就会知道了。你可以点进资讯栏的连结，跟小帮手联络，取得免费资讯。我在这部影片也会先跟大家分享散户在投资上常犯的错误，希望可以让你们少踩到几颗地雷，不要每次都市场还没搞到你，自己就先搞死自己了。首先是最常见的错误，羊群效应，又称为从众效应，源自土耳其牧羊人观察到的羊群行为。当第一只羊摔落悬崖后，它身后的羊群居然也会跟着集体跳崖，之后也被用来描述人类的行为会受到周围人影响而产生盲目跟风的现象。为何会有这个状况呢？虽然人类会使用工具之后，在自然界里占据了统治者的角色，但其实只看人类的生理构造，在生态链里只能当个被掠食的对象。试着想象，我们还是一群只穿着树叶做成的内裤，在非洲大草原上奔跑的原始人。在狮子、猎豹环伺的世界里，我们这些脆弱的小原始人，如果要提高生存几率，是一个一个分开走，还是聚在一起好呢？答案应该很明显吧。也就是说，这种遇到危险就想聚在一起的反应，是刻在我们 DNA 里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如果我们是在非洲大草原的话，这么做还有点道理。可是我们现在是有衣服穿、有工具用、住在水泥都市丛林里的现代人啊！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不是多数战胜少数，而是用8·2法则来运行的世界，也就是80%的财富会掌握在20%的人手里。那么多数反而就是弱势了，因为你常常都不知道领头的那只羊会不会一个秀逗就跳下悬崖。而且你身边塞满了无数的韭菜小绵羊，就算你看到悬崖想回头也来不及了。跟别人做一样的决定，你会觉得风险被很多人一起分散掉了，在心理上是安全的。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会让你不舒服，但那才是实质上的安全。如果你今天看到了一个发财机会，是你先上车赚比较多，还是等其他人都上车，价格都涨上去了，你再来追高，哪个赚得多？如果一个资产已经在跌了，你还要看别人跑才跟着跑，那么你的损失肯定也是更多。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就是确认偏误，也就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内心已经有偏好了，而且我们会找到很多证据或是同温层来加强自己的信念。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是大家的心头好，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也很少会去看唱衰台积电的报道，对吧？而是会倾向去看那些说会上千、会到1200的报道。搜集资料应该是在你还没买进的时候去看正反方论点，然后才决定要不要买的吧，而不是你买了之后才看一堆正面报道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更何况我们要知道，每一篇报道背后都是媒体公司，那些媒体公司要的是什么？就是流量，有流量才会有钱赚嘛。那为了要有流量，你觉得某只股票涨5%跟某只股票连涨停5天，哪个新闻标题你会点进去看？很显然是后者嘛。所以今天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你所能接收到的消息都会把你的贪婪或恐惧放大再放大。这样过度依赖符合自己喜好的消息会产生什么影响？一个就是幸存者偏差，也就是我开头就说了。是不是感觉大家都赚大钱了，只有你没赚到，让你急着进场？明明不管消息面还是技术面都跟你说不要买，但比较心态还是左右了你的决策。另外，如果今天主力想要韭菜们帮忙抬轿，
它是不是只要先拉出一波涨幅，然后再经过媒体渲染，你就会落入确认偏误的陷阱？也不管现在进场是不是追高，只因为新闻跟你说这只股票怎样怎样厉害，目标价有多高，就马上无脑买进。只看自己喜欢的消息，会让判断失准，双方都看，你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判断这些消息会怎么反映在股价上。所以最好的看法其实就是回归市场机制，专注在价格，也就是 K 线上。整个金融市场看似复杂，其实背后在推动的逻辑都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跟系统化操作模组，接着只要按图施工，股价就会跟着我们想的方向跑。各位要知道，这不叫做预测未来，这是筹码堆叠的固定模组，筹码堆叠有一定的规律存在，所以大部分的盘势都可以透过见网而知未来。把答案都写在考古题里面了，送分题还是一堆人答错，出题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偶尔会收到一些网友来信问说，我的教学订阅费比市面上常见的价格还高一点点，差别在哪里？只能说，因为我玩的是大波段，是为了期货赚数百点或股票赚倍数才出手，出手频率虽然低，但是操作一趟就是好几位数进账，跟每天都要下单赚买菜钱的股市打工仔是完全不同世界。毕竟我们主打的波段操作，跟一般小资族喜欢无本当冲，或是拿小本金加高杠杆杀进杀出的观念不同。更不用说，我每个月都很认真推出各种优惠活动，你吃什么都要涨价，我没跟着涨价，还帮你打折，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愿意学习，让自己能力有所成长，那老天给你的回报就会回馈在你的损益上。想知道这个月有什么优惠，可以先在资讯栏找到小帮手的连结，免费跟小帮手取得咨询。订阅我教学文章的学员们，跟我一起在股市里共同作战了好几年，到现在依然能存活得好好的。你如果也愿意跟上学习的脚步，还可以进入群组来跟这群学长姐互相交流，一起进步。不是说因为有确认偏误就完全不能有同温层，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同温层会让你一起赔钱取暖，还是一起赚钱庆祝。接下来要来谈风险，这其实是在投资时最重要的要素，但很多投资人都选择不去谈论它，因为把风险压低就跟从众一样，是人类的惯性。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都是不要出错，为了不要出错，就必须离风险越远越好。但是在投资市场里，要没有风险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些跟你说会稳赚不赔的都叫做诈骗。与其逃避风险，不如学会了解风险，控制风险。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前景理论，又或者展望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当人在面临获利时不愿冒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的状况。用2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快速了解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有 95% 的机会可以拿到1万元，跟 100% 的机会拿到9499元，你会选择哪一个？就算我们今天会算期望值，知道其实前者在理论上是更好的选择，但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后者，对吧？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有 95% 的几率会损失1万元，跟 100% 的几率损失9499元，你会选择哪一个？这时候大多数人的答案又会变成是前者了。所以很多韭菜看到自己股票涨个 3%、5%， 期货赚了20-30点，就想赶快落袋为安，先获利了结。明明看到已经赔了 10%， 却又不懂得停损，觉得只要不出场就不会亏钱。这样的心态就是在下单前没有做好风险管理所导致的。只要学习一套固定的策略，控制好停损距离，控制好资金比例，可以复制、可以重复做的模组，一旦看法正确且做法又正确，获利的倍数通常都高于5到10倍。这样的模组就是高盈亏比的模组。所谓的盈亏比，就是每次平均赚的钱除以每次平均赔的钱所得到的数字。例如，平均每次获利是100万，平均每次亏损是10万，盈亏比就是100万除以10万等于10倍。这意思就是说，你每上对一次趋势盘的车，并且有勇敢的抱住，可让你的获利达到100万。
而你每次做错都有严格停损，每次亏损约10万，那做对一次赚100万，是不是就足以抵你10次的错误？接着你只要谨慎一点，让平均做错的次数低于10次，就能持续守住你大波段的获利了，对吧？如果跟上一段趋势波段，赚100万、1000万这种事对你来说很难想象的话，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对，就是像生意人的投资眼光一样，能够闻到钱的味道，自然而然的让你往有大钱赚的地方去。掌握这套能力之后，更是可以复制跟传承，让你还有你的后代，从此摆脱辛苦研究、一直盯盘、短进短出的投资方式。孩子被培养出来的格局跟眼界，都跟一般人完全不能比。很多人不愿意停损，也跟沉没成本脱不了关系。沉没成本是在说，你太过在乎自己已经付出的成本。例如说，你今天已经买了一张电影票，但你超级想睡觉，因为心疼已经付出去的票钱，还是决定硬拖着自己去看。结果是你把整场电影都睡掉了，那么你除了损失电影票钱，其实也损失了2个半小时的时间。在感情上，有时候明明很烂的对象，我们又会常常洗脑自己说，都付出了这么多的青春跟精力在这个对象上了，不如就再试试看吧。结果呢，拖了几年还不是分开了。你舍不得自己已经付出的那些，而不愿意停损，却只会换来更多的损失。如果有一只股票，你花了100块买它，现在已经跌到50了，那你能做的就是忽略自己已经付出去的100块，专心看眼前它的发展性。如果你预期它能涨回70块，那就等它涨到70；如果你预期它会跌到20块，那你现在就应该要卖出了。真正重要的只有当下，而不是你已经花了100块的这个前提。当一套投资策略很明显不管用，一直在让你赔钱，不用去想你为了这个策略花了多少学费，而是应该要及时停损，去找寻有效的策略。波段操作的好用程度，没有进来亲自体验之前都很难相信，但上百位学长姐都是这样，一进来就不小心跟了好几年，反正韭菜都会帮他们付学费。对，我说的是加入后就待了好几年，不是待几个月而已。我讲一句明白的，如果学习我的技术让他们没有成长，反而连年亏损，那我就问一句，谁还会傻傻的待好几年？很明显的，只要你有良好的学习心态，保持耐心的照着我为韭菜量身打造的学习步骤，你不只是逆天改韭菜命而已，还能稳定的增加一条不少的收入。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但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重要的投资资讯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